近日，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海伦戴尔雷达反射段测量基地，一名美国网民拍下了一个此前从未亮相过的隐身飞机测试模型。该模型与科幻作品中的 UFO 非常相似，但从外表来看的话，根本看不到任何进气道装置。不知道是原来的设计就是这样的，还是说这只是测试模型的一部分。当前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款神秘隐身飞行器的现身，疑似美国空军下一代新型战斗机。难道说6代机的时代真的快要到来了吗？但按理说，6代机这种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武器，怎么可能就直接暴露给外界看？毕竟，海伦戴尔雷达反射段测量基地处于美国的大沙漠当中，那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发送照片和视频呢？目标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这是想忽悠，还是说是为了震慑中国呢？如果是为了震慑中国的话，那美国人的小算盘可能就打错了。毕竟对于中国而言，美国跨代技术领先已经不存在，所以说美国这次就是想要忽悠中国，将中国带偏。虽然对于这架飞机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不过目前还是有比较靠谱的说法的。其一，这是一架倒过来的模型机，将图片倒转过来后，我们对比于洛马公司之前所展示的6代机，能发现外形确实很相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简单联想一番，外形推测一番，就能得出该机型很有可能会装备2个矢量喷嘴和2台 F414引擎，甚至还能在机腹和机翼中挖出3个弹仓，两侧机翼弹仓可以装备1枚格斗弹和1枚中距弹，机腹弹仓可装备4枚中距弹或1000磅精确制导炸弹。这样的打击能力倒也基本符合我们对6代机的预测。其二，这单纯就是一款新型的隐身无人机。毕竟从尺寸和外形上看，如果这是原型机的话，那就不可能是有人机。而且海伦戴尔雷达反射信号测量站本身就是为隐身飞机测试服务，但是该机除了机背上有开口外，其他地方也没有看到进气口和引擎出气口，所以准确一点的话，那就是一款新型但并不完整的隐身无人机。当然，以上终究只是推测而已，至少我们目前还不能够完全肯定，可能要等上几年后美军才能解密。正如当年的 F117公开一样，可不管怎样，这都表明美军在新一代飞行器的研发上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成果，并且开始进入测试验证阶段。对正在努力拉近差距的中国来说，这确实值得关注。在9月23号，我国五矿稀土发布公告称，我国铝业、钨矿2大矿业集团连同赣州当局已经在着手筹划关于稀土产业的战略性重组。而让外界关注的是，此次重组之中，铝业集团的最终控制人是我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而后者钨矿同样是我国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央企之间的强强联手。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形势中，美国联手西方国家封锁我国科技产品，已经被列为西方的主要对华政策。这一现状让我国相关企业相当被动，无论是外贸还是内销都十分被动。不光如此，在与澳大利亚的问题上，澳洲充当了西方对华的一柄尖刀，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等大宗贸易出口却又借机控制价格猛涨，不光回血，还大发了一笔横财。我国手中的底牌里，稀土无疑是一张王牌，无论是美国高精尖技术的军事装备，还是民用产品，都离不开稀土产业链。而我国的白菜价稀土一度占据了美国92%的供应量，也就是说，如果我国下决心都摊牌，那么美国工业重要原材料稀土也将成为我国卡美国脖子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2018年后期、2019年中期开始疯狂般的全球寻找可代替供应链，结果招来招去，相关专业人士得到了一个结论：美国想要将中国这条稀土产业链、稀土产业供应链代替，少说要10年时间。可10年之后，中国相关冶炼、加工技术又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呢？而这一次的重组里，2大央企矿业集团全部是从事稀有稀土、有色金属矿产的冶炼和加工，背后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可以说，这就是我国未来的稀土航母即将起降。经历了过去的1028天，据新华社25号消息，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美国拿了美国陷阱的剧本，但却忘了中国不是法国，华为也不是阿尔斯通。为何这个消息来得这么突然？这又让人联想到之前天津会议上中方给美国提的2项清单，其中就包括停止引渡孟晚舟。很明显，不执行清单就没得谈，为何美国要谈，又要和我们谈什么？目前美国通胀暴涨超出预期，而且美国即将迎来可能的债务违约危机，美国会还未批准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多次派人来谈或者打来电话，就是想让我们接盘。
包括多买美债、维持商品价格、关税等。所以这很可能是美国妥协的第一步。就像伟人曾经说过的，美帝国主义者傲慢得很，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就是被逼得不得已了。然而，就在孟晚舟女士即将回来时，美国又对俄罗斯下手了。据中国新闻网援引外媒报道称，俄罗斯天然气行业最有影响力之一的高管之一马克·杰特沃伊，因税务指控在美国被逮捕并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隐瞒大量海外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密谋欺诈美国，相关资产价值高达9300万美元，还被指控有数以万计美元收入未申报纳税。据悉，杰特沃伊2003年加入诺瓦泰克公司，担任首席财务管理。分析称，巧合的是，俄罗斯刚宣布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已经全面完工，而逮捕的这位高管正是俄天然气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北溪2号自开工以来就长期遭到美国的制裁和阻挠，因为美国认为该项目将迫使欧洲加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其实就是怕欧洲和俄罗斯走近了。其次，美国也想做生意，美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和生产国，但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比从俄罗斯购买管道天然气要贵出20%到30%，所以美国天然气毫无竞争力，它就要搅黄俄罗斯的生意。究其原因，还是美国政府核心围绕的还是利益。无论是对手和盟友，美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和法国都曾经经历过，就在前不久，法国还被美国撬走了一个巨额潜艇军事订单。从美国接连无故羁押别国大企业高管来看，其实就是在透支美国司法的公信力和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彻底疯狂了，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实力就是底气，只有斗争才有出路。纵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微妙的，利益始终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是维系着两国关系好坏的一个根本，而欧盟和俄罗斯就是个典型代表。有时会因为利益来往，但也会因为冲突而撕破脸皮。总体上说，两者的关系一直算不上很好。不过中俄两国却是一个例外，俄罗斯虽然是欧洲国家，但在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我国，而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在巨大危机来临的时候，俄罗斯还是做出了意料之中的决定。据悉，欧洲正在深陷一场巨大危机，整个内部呈现出非常担忧的状态，害怕该情况会持续很久。俗话说，衣食住行是基本需求，这种情况会给欧洲带来严重性的伤害，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上，一旦需求开始短缺，军事上面临的就不仅是一个小小的缺口，而是一个重大的灾难。好笑的是，德媒竟然开始抱怨起俄罗斯，认为这是俄罗斯出新招了，里面一部分的锅要算在俄罗斯头上。欧盟的态度也是诡异的一致，面对俄罗斯的及时解决，欧盟似乎发出不满，并带有指责性的意味。但是欧盟显然忘记了，导致这一结局的背后，正是欧盟自身的推波助澜。而现如今这一悲惨局面发生了，欧盟居然开始甩锅，想要俄罗斯去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件让人感到很不耻的事情。毕竟大家都很明白，欧盟一直处于一个制衡俄罗斯的状态，由于美国的不断打压，欧盟不得不选择站队，和俄罗斯开始硬磕。美国的施压只是一个诱导因素，最重要的还是欧盟本身的决定。因此北溪2的事情，欧盟和俄罗斯处于一个敌视的阶段，两者闹得很不愉快。而这次欧盟相当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得一个无人支援的处境。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美国会出手解决，让欧洲摆脱危机，这根本就没有用。毕竟美国自身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美媒指出，美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欧洲的供应量已经缩减到最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大对欧洲的供应，势必会减少其他地区的供应，这会让美国失去竞争优势。从这里看，美国出手的可能性很小。不得不说，普京这招反制才用得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俄罗斯是时候要让欧盟明白，制裁不是随便能用的。说起印度，在我们的印象里就是倔强，但其实更多的是野心。印度一直在向美国靠拢，很大原因就是美国能够给其提供更多的平台，为他的野心买单。最近，莫迪野心又起，将耽搁很久的军队改革计划再次提到了明面上，重新对其进行了规范。或许是白宫的表态伤害了印度弱小的心灵，莫迪就把这个大胆的决定重提，直言要启动最大军队重组。而美国或许想要给出补偿，两者达成一致意识，并表示出想要加大合作的力度。这无疑敲响了一个警钟，提前给全世界打下一剂预防针。警惕这一举动，印度启动最大军队重组，这是想找事儿。一方面，印度的野心直接暴露，
就是想要加大军事力量。俗话说，打仗不做无用功。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印度这是想要做什么坏事儿，迫切想要扩大军事力量，提前做好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度一定是形成了某种协议，不然美国不会轻易同意印度扩军，还打算帮其兜底。而一旦印度武装部队更加统一了，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毕竟从目前的形势上看，一旦印度发生冲突，基本就是会向美国求助。这也就是说，这个计划的成功变相决定了印度未来外交的趋势。而本来印度已经渐渐在向美国靠拢了，这下直接把两国关系给套牢了，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儿。一个美国再加上一个印度，指不定会把形势整成什么样。不过，还在其他国家还未做出其他实质性动作时，印度人就先拆台，直言拒不合作。尽管有一些人对莫迪的看法表示赞同，但还是有挺多的印度民众怨声鼎沸，表示看不懂印度的操作。有人直言，像阵风、升级的幻影等等都是进口别国，而不会进一步反省自身。这样的一个印度，我们还能期待多久？很明显，印度这样只会更加依赖美国，从而离自主创新越来越远。此外，印度想要寻求更加好的道路，不应该局限于美国，而是更要和我国及俄罗斯靠拢。这样拼命向美国示好，并不会使印度周边的局势变得缓和，反而将矛盾进一步扩大了。更难以接受的是，印度居然基于这个小团体会议，就把改革军事结构这件大事给决定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一部分印度民众脸上还是写满了一句话：印度你在干啥？看不清楚局势吗？